我做空麻原让麻大国陷入危机，全世界的资本大鳄入局。我已经联合了鸿蒙会大量持有麻原的会员，一起做空麻原。现在只要我一声令下，大量的麻原将会从世界各地海量抛售。这股恐慌情绪带动下，持有麻原的个人和机构绝对会跟随疯狂抛售，麻原的市场汇率将持续走低。我之所以还没下这个命令，就是在等西蒙马努斯去找基金会求助。风红阳眼前一亮，喵啊，这招真是绝了！基金会卖给麻大国的供给都是用麻原结算的，一旦麻原一文不值，这批价值不菲的供给等于是白白损失了。而基金会的援助资金用的是霸国币，如果签订的是用麻原偿还的话，就会连累霸国币一起走低。没想到你竟然算计到了这一步，要是真被你下成这盘棋，基金会虽然不至于破产，但绝对会大出血。西蒙马努斯说服了麻大国高层以3倍的价格购买基金会的供给，钱已经打过去了。另外，基金会首批援助的霸国币马上就要入账了，后续的援助资金据说要分批次入账。好，林阳，立刻让新院证券开始进行做空操作。阿卜杜，你手里无论有多少麻原，全部抛售出去。艾莎公主以皇室的名义出一个公告，从今天起，兰西帝国将不再接受麻原自由兑换，直到麻原恢复稳定为止。一道道命令如同一道道催命符，狠狠地拍在了麻大国身上。2天后，麻原的汇率跌到了1比27，创历史新低。麻大国的经济危机不是已经过去了吗？怎么麻原下跌的这么恐怖？麻原要完了，麻大国要破产了！大家快抛啊！再不抛，手里的麻原可能真成白纸了。恐慌的情绪带动羊群效应出现了。三金塔联合了10几家国际对冲基金疯狂做空麻原，现在市场恐慌情绪已经蔓延到极点了。散户和机构都在不要命的抛售，国内刚稳定下来的物价又在疯狂上涨了。快去中央银行拿出2000亿霸国币吸纳麻原，同时大幅提高息率，禁止当地银行借麻原给投机者。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在实时关注着麻原做空事件，几乎10个人中就有1个人在关注此事。这几天麻原汇率跌得太狠了，麻大国官方投入那么多钱保汇率的效果很一般。我有个朋友是麻大国人，他们说连本国的人都完全不敢存麻原了，都在疯狂的兑换外币。这场做空有这么恐怖吗？所罗门，我们已经把钱全部花光了，如果后续资金再不到位，麻原将彻底崩盘。继续给你钱，你能100%保证麻原汇率稳定下来吗？我能保证。新院资本已经往麻大国各类市场砸了近5万亿了，现在三金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只要我们坚持住，麻大国就有救了。你不是想要马努斯家族的资产吗？要是家族破产了，就算我想给你，都没机会了。我以基金会和霸国官方的名义发一则公告，压压他们的气焰。不多久，霸国官方的公告出来了。麻原与霸国币联系紧密，恶意做空麻原已经严重影响了霸国币的价值体系。如果做空麻原的个人或者组织再不撤退，霸国将对其发出最高等级的制裁命令。霸国爸爸出手了，我就说麻大国与霸国关系这么好，没道理不帮忙的。那群做空的人现在估计已经汗流浃背了。霸国爸爸在此，我看谁再敢对我麻大国放肆！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应该到此为止了。公告一出，三金肯定是要退出做空了。没错，纵观整个历史上，就没有人敢跟霸国公开对着干的。而此时一道身影却突然出现在了各国媒体上。我说过了，要麻大国破产，就一定会让他破产。霸国基金会，有种你们就来跟我对冲，否则麻大国破产之后，下一个轮到的就是你们。全球的媒体都在转播三金的演讲，仅仅10分钟，观看人数就破了10亿。哈，狠起来连霸国和基金会都敢干，不愧是我大夏的种。霸国在世界上横行无忌，早该狠狠揍他了。可是人家主持人也说了，基金会这个组织有钱的吓人，三金应该干不过他吧？嗨，这你就不懂了。基金会要真想管，直接就下场了，不会发公告的。想管这事要亏太多钱了，不划算。商力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。什么？麻大国他要搞，甚至连霸国和基金会他也要一块搞？是谁给他的勇气？那可是霸国啊！霸国和基金会应该会下场教训三金的，对吧？下场教训三金的前提是有利可图。霸国不蠢，基金会更不蠢，他们怎么可能为了可笑的面子，真的下场跟三金硬刚？另外2位吴老星早已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我大夏5000年的机遇，才能出这样一个盖世英雄啊！不论这一战是输是赢，三金都会被铭记于史册之中，光耀千秋万代而不朽。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。此时，一个神秘的网站沸腾了，只有实力达到一定的门槛，才配拥有英网的账号。三金太凶悍了，他根本不管什么舆论影响，什么制裁威慑，基金会打错算盘了。我们认为神明会跟我们凡人一样，顾忌这，顾忌那，殊不知对于神明而言，他们岂会去顾忌凡人的威胁？三金是人，不是神明，你说的太夸张了。基金会的所罗门，你们认为他是凡人吗？你们质疑过他在金融界堪比神明的雷霆手段吗？连主神三金都连斩好几尊了，你们还觉得他是普通人？当他冲天而起，以一己之力敢于对抗世界最强的国家，就已经是神了。突然，整个英网闪烁了起来。各位大佬好，我是三金，麻大国破产在即，欢迎有想分一杯羹的大佬加入我的做空大军。
以往的安全防护系统堪比霸国军方，三金怎么这么轻而易举的就黑入成功了？你怎么确定基金会和霸国一定就不会支援马大国？这种做空的级别太高了，一旦亏损，我们有可能这几年都白干，没有100%保障，我们是不会行动的。这么说吧，我还有我的盟友掌握的麻元数额已经超过10万亿了，基金会的10万亿就算砸进来，最多也就是让麻元少跌一些。就算他们真的舍命陪君子，各位做空也是稳赚不赔的。既然是稳赚不赔的买卖，我加入，算我一个。哪怕只能赚10%，只要本金够多，杠杆够大，那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英网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基金会。所罗门大人，我们查到三金手里已经掌握了大量的麻元，并且想要在最近一口气全部抛售。如果我们不对冲，麻元崩盘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又是三金的阳谋，这消息肯定是他故意透露出来的。他让我看到他手里有这么多麻元，料定我肯定不会做亏本买卖，所以他才敢在媒体上那么大放厥词。明知道这是三金的计，我们还真就要按他的剧本走吗？所以说这是阳谋。现在霸国币已经被麻元连累的狂跌不少了，再继续砸，我怕我们基金会收割世界的工具也得崩。这样吧，你传我命令下去，我们跟着三金一起偷偷做空，毕竟收了那么多的麻元，留着也是一堆废纸。我操！此时跟英网大佬商量完细节后的三金长舒了一口气。Boss， 您的这招阳谋可真厉害，直接把手里的子弹全亮出来，让基金会自己做选择。入场跟我们对冲，就必须承受巨大亏损；不入场，那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麻大国破产，怎么选都难受无比。其实还有第3个选择。什么选择？那就是成为我的盟友，跟我一起做空麻元，收割一波麻大国。不可能吧？记住了，何秘书，资本的本质就是一切向利益看齐。受教了。不过您这招拉大旗做虎皮也很厉害，叫嚣着要弄霸国，唬得对方一愣一愣的。如果我说的都是真话呢？您真的能办到吗？只能说有这个机会，不敢说100%做得到。上一世2008年的霸国遇到了近几十年来最可怕的次贷危机，也正因为这次危机，才让霸国没有精力去管大夏崛起，给了大夏接近10年的发展时间。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今天在媒体前说的话真的能实现。